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17个代言和一份没到手的剧本，赵露思的贵气到底是谁给的？2026年7月17日，在成都举办的周大福夏调感官意境现实体验店，周大福珠宝集团董事总经理黄绍基表示，演员赵露思成为品牌的全球品牌代言人。3天之后，在一场直播里，赵露思提到自己正在拍摄的新剧《要多美丽就多美丽》，并且表示原定于8月份开机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拿到剧本。把这2件事情放在一起考虑的话，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错位的感觉。一方面有百年珠宝品牌的大肆宣传，另一方面则是演员自己对着镜头说道：“没有剧本，我就绝对不会去剧组。”2种叙述方式放在一起，正好可以作为理解贵气这个词语的一个入口。由甜妹变成贵气的过程，赵露思出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定义为甜妹，圆脸、稚嫩的感觉，邻家女孩的形象，这是观众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。她曾经饰演过陈芊芊、过程少商等角色。这些人物身上都带有几分娇憨与机灵的性格特点，而她的性格也与此相契合。甜是最简单直接的一个形容词，但是从去年开始，用来形容她的词语就悄悄地变了很多，温柔又金贵、轻熟明灵、贵气等词汇代替了原来的甜妹。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。从2023年起，她参加红毯时所穿的衣服已经不再局限于甜美少女的范畴内了。到2026年，在各种场合下出现的黑色礼服，周大福发布的万香系列珠宝的照片里，都透露出一个信息：她已经不是只能穿着蓬蓬裙的普通女孩子了。标签更换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新的标签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是谁参与到这场高贵的叙述中来？品牌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周大福在官方声明里说，赵露思自信又充满活力的性格特点，以及蓬勃向上的内在能量和品牌扎根于东方文化，并不断探寻当下中国的审美趋势不谋而合。句号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品牌要有一个可以体现东方美学现代感的年轻人，赵露思就被选上了。她所佩戴的万香系列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四瓣花、宝香花等中国文化的经典意象。珠宝的故事就是文化内涵和时尚感的结合体。代言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穿到自己的身上，戴在自己的脖子上，使它们变得可以被人们感受到。除了品牌的认可以外，还得到了市场的肯定。据媒体所报道的是，在2026年的时候，周大福将会签下赵露思作为自己的代言人，并且他还会拿下第17个新的代言。17个品牌涉及珠宝、护肤、户外、食品等各个领域。该数据本身就可以证明一个事实，即市场愿意为他的形象买单。作品也参与到塑造当中去。他接下来要拍摄的电影是根据一书的小说《要多美丽就多美丽》改编而成的。一书笔下的人物总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气质，独立、清醒，对于物质与感情有着明确的认识。这样的角色本身就带有都市感以及成熟的特质，并且和他所打造出来的高贵的形象处于同一层次上。品牌、市场和作品三者的力量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，所以贵气的标签也就被确定了下来。除了高光以外，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，但是光鲜亮丽的故事不全面。7月21日的直播中，赵露思表示很实在地说，8月份有进组计划，但是现在还没有拿到剧本，修改之后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。他说如果剧本没有问题的话，他是愿意去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剧本。
这句话的意义就是指出了，除了贵气之外，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，即不确定性的存在。一个被称为商业价值断层领先的演员，刚刚获得百年品牌全球代言的明星，在作品推进方面仍然面临最基本的问题，剧本还没有确定下来。这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新闻，在电影圈子里，剧本改动、开拍延期是常事。但是把两者放在一起看，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错位感。公众所见到的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，而当事人本人则是在手中还没有拿到剧本的情况下进行着自我展示。两种情况不相冲突，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会同时存在。高光是存在的，不确定性的存在也一样真实。那么，贵气是什么意思呢？回到最初的疑问，贵气是用来形容赵露思的，那么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呢？其中一部分就是形象了，由一个甜美的女孩变成可以穿高定礼服、佩戴高级珠宝的样子，这就是肉眼可见的变化。其中一部分是由外力一起造成的，品牌要借助它来讲述一种美学故事，市场的认同度也在于此。新的电视剧类型也开始向着成熟的都市女性发展，各种各样的力量加在一起之后，贵气就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制造出来的标签，并且还可以被传播开来。另外一部分就是公众的期望值，观众希望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的成长、蜕变和升级，而这些词语本身就有向上发展的想象空间。贵气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期待。贵气要比甜美更重一些，贵气也比成熟更有感觉。但是所有的争论到最后都会归结到一点上，标签是由别人贴上的，而道路则是自己去开拓的。不管是17个代言，还是一书改编的电视剧，都是手段、途径而已。决定一个人可以走多远的是自己的作品。但是作品还需要等待一份最终确定好的剧本。